我是黄慧玲，今年我24岁。当年我6岁时拍了《小超人》。我从小非常喜欢越剧，喜欢传统文化里的精髓。我是郭嘉如，今年27岁。当时我拍《小超人》的时候才9岁。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越剧了。我从小就喜欢上台表演。我是小超人，走一圈，这样子走，小心哦。我是小超人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我来到了惊喜民众俱乐部，这里有一场社区的越剧表演。对我来说，越剧就像是我的童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朋友。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有继续在学越剧，可是我有时也会有幸的可以去后台去参观，去观摩一下他们是怎么化妆的。可能它的那个颜色会是这样子叠加的啊，妆眼线是这样子画的。除了看那些越剧的演员是怎么准备之外呢，我有时也会帮他们。这个好像这个馒头这样，好，插在馒头上。最吸引我的一个部分是头冠或者是头饰，戴上这些头饰头冠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的那个氛围感已经变了，感觉已经进入了那个角色里面。哪里要带先？放到后面。帮这些演员整理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很兴奋、很怀念，就是说啊，当年哦这样子哦，我是不是也要上台了？慧琳今天学以致用，在观摩会上粉墨登场，表演一段帝女花戏曲。其书书，明珠猛火映花和。天白月光，好可爱哦！当时，我觉得哇，6岁时能唱到这样子，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。我从小就喜欢越剧了。参加了敦煌的儿童越剧兴趣班。每逢星期天下午，敦煌剧坊的训练室充满了孩子的歌声。当年拍《小超人》的时候，具体拍了些什么，可能我就不太清楚。可是我对这一段念唱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。胡桂新老师他会一句一句带我们怎么念那个粤语的发音。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幸运，可以在这么小就开始接触到越剧。我同学有一些比我大好几岁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郭嘉如。我是当年敦煌剧坊儿童训练班的其中一个学生。Do you about done with your makeup? Yeah, I done. Okay. Do you mind if I take some videos and photos? 我已经大概有10几年没有去后台了，这次有机会去后台，让我觉得再次跟越剧有一种联系。是为我自己的喜好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做过 social media， 那我一定会拍一些影片或者照片，把它放上 social media。可以拍下一点就可以看到。可以。看到那些服装的时候，那是对我最有吸引力的，因为它很精致，然后它很多很尖的 colors， 所以感覺很特別、很漂亮，有一點像公主嘅感覺。整到好精緻喎，但係佢都係應該有好多時間喎，要整呢啲嘢出嚟。即係呢啲全部係手亂嘅，或者係啊。
那些装饰、那些化妆，会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回忆。因为我们也是很常在幕后还有后台那里要准备上台。今天在创价学会有一场粤剧观摩会，加入的独唱有板有眼，深具大将之风。很久没有看了这个片段，对我那时候的我很骄傲，这么小也有胆子上台去自己唱。当年拍小超的时候，我是9岁，有一点记得有去我们学校拍摄。戏曲表演讲究的是身、手、眼、步、伐，要掌握当中精髓，基本功首先就得扎实。我们有一点像小蚂蚁的感觉，所以全部很忙的在那里走来走去，在那里练习。可是也觉得那时候真的蛮好玩的，一起练筋，一起练棍法。然后看到弟弟，他那时候真的很厉害，他还可以打那个关斗。其实是我还有我的弟弟2个一起去学粤剧的。那时候是妈妈让我们2个一起去学。你看我拍这个 pose 可以吗？ 可以。谢谢。小时候真的蛮喜爱粤剧，5、6岁这样子开始学，学到我小学大概6年级这样子我就停止了。现在虽然跟粤剧有一点分差，可是还是会对它有忘不掉的感觉。我小时候是特别喜欢看那些粤剧演员去比他们的手势啊、他们的服装啊、化妆啊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。所以我当时我就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想要去学。”妈咪呀，今天我们要唱的这个是《倾国名花》。哇！我妈妈是我粤剧的一个启蒙的老师。小慧琳对戏曲的兴趣可说和环境、胎教息息相关。慧琳的父母是香港移民，母亲和外婆又是超级粤剧迷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也是5、6岁，妈妈也是带我去看戏，所以我好像我就是延续着妈妈的那个怎么讲，那个很自然的。他小时候呢，我们偶尔听到哪里有演出，然后我们都是2个人有伴嘛，好像朋友一样子。我们看完了还可以研究一下。粤剧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精髓，而我以这个古老艺术为荣。可是呢，小时候当同龄人知道我在学粤剧的时候，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理解，他们甚至不知道粤剧是什么，觉得我画那个脸很搞笑。除了可能朋友的不理解，发育期来临的时候呢，可能体重上升啊，声音会有变化呀，然后身体也比较僵硬啊，会导致我在想，到底我要不要再继续学？可是我发现，只要我享受唱戏，我不应该被这些外在的因素所影响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学粤剧。我会对小时候的我说不要害怕，不要羞耻这都是成长要经历的路。看粤剧的时候呢，我比较喜欢的词，我会把它抄录下来。我很喜欢挖这些词的渊源是什么。我是亲身能感受得到这些中华文化对我的一个影响。大学我都选中文系，然后现在工作我也希望能够从事跟中文相关的工作。粤剧里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观念，深深地影响到我。
我12岁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去这个乐龄活动中心，主要是跟我们的乐龄人士唱唱歌。我也会跟他们交流一下有关越剧的一些内容啊。好，这个是一个马鞭，我们在戏曲里面展示马的一个道具，因为我们在戏台上是不可能去骑马。在我们中心里，一些乐龄人士可能不会说粤语，甚至没有听说过越剧是什么，而我去给他们介绍越剧这些可能道具的时候，他们会非常新奇。马放后面，然后跑，走一圈，这样子走，小心哦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现在越剧已经不流行了。慧玲有兴趣学这个越剧，可以带给年轻的一半，也是可以带老的一半，会影响到他们的兴趣回来看。江南江北旧家乡，江南江北旧家乡的时候，你可能在思考你的故乡，有点失落，有点无奈。今天的活动真好，很棒，因为我们看大戏的时候，很多事我们不懂他们的 expression， 然后有 April 跟我们讲，这个是很好的机会。30年來夢一場。这个義工的活动给我最大的满足感，就是我给我们的乐龄人士們帶來快樂，就覺得我為粵劇的一個文化傳播做了一些努力。30年來夢一場。虽然我没有学越剧很久了，可是我还是留着几个小时候的那些物品。这个是功夫带，这是黑色的布鞋，这是水袖，用来舞蹈。看到它的时候，会突然间把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全部反复回来。刚开始说要学越剧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觉得有点 confused。同学都是在学什么芭蕾舞啊、钢琴啊，然后小提琴。当时我有問過我的媽媽，就為什麼要去學越劇？陪同女兒嘉如、兒子嘉偉和女傭優妮練唱，是郭媽媽每天的例行公事。我是香港人，我妈妈跟我婆婆很喜欢越剧。还有就是我小的时候在葡萄牙读书嘛，葡萄牙的同学他们是华人，但是他们跟我讲I'm not Chinese, I'm Portuguese， 所以我要他们学一些过去，知道自己是华人。那个时候哭得很厉害嘞，每一次练的时候。我知道，因为你会按我们下去。開心係打關鬥。我还有我弟弟2个每天都是一起练习。拉筋的时候会感觉很痛，所以会开始哭，然后哭了就会跟妈妈说：“我不要再练了，我想去玩。”可是上台表演我很喜欢，感觉自己大胆了，敢上台，被人家鼓掌，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渐渐会想说自己想当一个流行歌手。可是你只是一个很多会唱歌的人之中的其中一个，最后也是放弃了这个梦想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。我想对我小时候的自己说，不要放弃，就算你不是世界上唱歌最好的那个人，你也会是其中一个唱得好的歌手，也可以做人家喜欢的人。虽然我没有去选择歌手这个工作，可是我已经开始接触了媒体。You zoom first, then you zoom out, then you show her.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跟媒体有关。很肯定的就是越剧让我变得不会怕陌生人，也不会怕上台，也不会怕跟人谈天说话。虽然现在认识我的人已经不知道我以前学过越剧，也有越剧的经验，
可是它还是我的一部分。虽然我长大后没有在敦煌剧坊那边进行学习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敦煌剧坊是我的第二个家，是我文化传统的一个根源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也会去帮敦煌去做一些电子记录。老师，我来啦！啊，你来啦！做一下数字化的一个工作，包括可能拍一下光盘录带、曲谱啊。慧玲参加儿童训练班的时候，我也是慧玲的老师，到现在也是认识了她差不多20年吧。她从小就有兴趣，从小就喜欢，那么来学习的时候，她也是很认真的去学。这里面有一场戏，我是相当喜欢的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就是什么事情，只要你有心去做，就一定能做得到。这些是粤剧的一个精髓。如果我们不收藏、不保存着这些珍贵的记忆的话，它们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老化。这个一般是什么剧目才会用的一个头冠？将军啊，将军，这个应该很多年历史了，是吗？对呀，起码有几10年。哦，去帮忙保存一下这些粤剧的一些瑰宝，然后珍惜是因为他们是我师长他们传下来的一些物品，所以它是背后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历史价值所在的。这叫小古装。一般女生花旦穿的，我就叫她，要是有机会你也帮忙来输入一些档案啊，当然是很欣慰了。起码我们的东西不会这样就消失了。我也希望她会继续坚持，为我们保留，为我们传承。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压腿练筋的那个地方，是吧？嗯。还有这个枪，我还记得你以前教我们怎么耍这样子。对。在敦煌剧坊，它有一些剧目表演的时候，我也会去帮忙客串。我就舍不得离开这个舞台，就是我有机会呢，我就会上去表演，就不计酬劳。长大了很多，也开始有工作了。可是粤剧对我来说，真的好像我小时候的好朋友，就是那时候整天跟他玩，然后很多回忆。可是很久已经没有跟这个好朋友联络了。有时候我们去牛车水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很骄傲的跟我的朋友说，敦煌剧坊，这是我小时候很多回忆的地方。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有学过粤剧？我其实一直都只是经过，我没有进去过，因为感觉有一点距离。可是这次真的是特别有安排。哎呦，好担心！10多年没有见，我怕会有一点尴尬。可是这次回来，然後跟同學們和跟老師們在談天的時候，就有更多的回憶。花間雨歌細難定，花香引來情意平。很開心啊，因為記得他們小時候的時候學這些歌曲，啊，他們現在都長大了。當然我變化最大了，20多年，年紀都大了。可是他們還認得出。啊，你們有這個 magazine？ 我見到你個照片。20多年了，相隔，很難得有機會跟他們聊聊，見他們。反正自己有歲數了，所以就很想見孩子們。我是希望他們繼續，最重要是有興趣，帶一些年輕人來支持傳統藝術。
很多看粤剧的人都是比较老一辈，那些观众都已经开始没了，所以越来越少观众，而粤剧也越来越少人去看。我也希望接下来去看粤剧，我可以拍更多的视频还有照片，把它发在我的 social media 上面，让我那些朋友去认识这个粤剧。那希望他们也会去介绍其他的朋友，有粤剧表演的这种存在。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呢，传统文化演出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少，所以有的看这个演出非常难得。我希望在我不久的将来，你做一些改编剧本啊，年轻观众喜爱的一些剧本，看他们能不能借此机会喜欢上粤剧这个艺术，想办法能不能把粤剧给推广出去。